大家好，我们是大叔中文呀，这么娇羞呢？对，今天有一点娇羞啊，来了一位美女来宾。那这个对笨叔邀请的，对不对？所以对这位来宾跟笨叔的关系匪浅，对不对？来，浅笨叔你啊，好奇要怪的挖一挖吗？介绍我们啊，笨叔你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有这位嘉宾呢？对啊，因为自从做大叔中文以后，我开始天天翻我的通讯录，找嘉宾邀请，谁还没来过？对，然后就找到了这个，也是我一直特别想采访的一位嘉宾，是我的前同事，在布苏的同事啊，前同他叫做事，我问一下，思远你部署有几个同事？布苏啊，布苏就是中国团队的话，中文团队是有5个，对吧？4个，一共4个，就是包括领导嘛，但领导是外对国人啊，除啊了领导以外，我们对4那你个还有一个4位都同事没是邀请来是吧？对，还有一个名额呢吗？还有一位同事没啊，邀请到对，还有对啊，所以下次吧。未来可能都下次有了叫过来，对啊不，过今但是今天的这个嘉宾一定要好好介绍一下，笨叔他对跟你有什么关系？跟我什么关系？就是前同事的关系，同事关系，对，但是思远他的故事很吸引我，因为他是一直处在一个自我探索的一个这样的人生的过程中，所以今天他会跟我们分享很多他的这个人生的故事，一些纠结啊，一些很多想法的碰撞，怎么样从以前的那个跟现在非常不一样的思远到达今天的这个思远，所以那思远先和我们分享他以前是什么状态？我们从头开始了解思远吧。对，思远，你介绍一下自己吧，就是是怎么样？你来自哪里？来自哪里？ OK，我想先补充一下，我跟笨叔还有一个关系，我们2个都住在西班牙。什么吓我一跳！笨叔说我自己都不晓得，我咋不记得了呢？啊，你们咋不记2位得呢？都住这么对，那我们还有一个更大的缘分，就是思远他毕业的那个专业是我今年9月要去读的这个专业，是同一个专业。就是真的用西班牙语教中文，用西班牙语教中文，对，是教西班牙语为母语的这些同学教他们中文，对针对西语母语者的中文教学。对。那思远，你比如介绍一下吧，你从小的生长环境，在中国哪个地方长大之类的？对，好的，就是我叫思远，是思想的思，远近的远，然后我人如其名，就是会想的很多，想的远不远不知道，但是形状是够了。然后我是来自于张家口，我是河北人，我就是从小就在张家口长大，然后我大学去的天津，对，然后本科我学的是对外汉语，毕业以后我是来的西班牙，是学的就是笨叔要去读的那个专业，就是针对西语母语者的中文教学，然后在毕业之后我就留在了西班牙。大概的故事线是这样的。思远，你从小就想要当一位对外汉语老师吗？为什么你的专业就直接就选择了对外汉语呢？对啊，就其实当时我高中时候特别想学小语种，就是我想学一个除了英语以外的一个，比如像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这样的。然后但是当时，对，我就对语言很感兴趣。然后但是当时阴差阳错的，就其实我们不知道，你们可能也有这个概念，就是国内会讲985、211嘛。对啊，是最有名的第一批大学，对，然后父母那老一辈就会觉得，你的分数如果能上985、211，就一定要去上一个好的学校，而不是说为了这个专业放弃大学，就是觉得大学的名次是高于那个专业选择的。所以我当时听爸爸妈妈就选了河北工业大学，就是一个很没有名气的211，对。然后当时那个学校唯一跟就是这种语言教育相关一点就是汉语国际教育，所以我就学了这个。对，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就是没有想好，但是只是为了那个学校的名气过去了，结果只有这个专业。因为他爸爸妈妈为了那个学校的名气，对，我觉得其实也是喜欢的，因为
其实你嗯想18岁，我觉得在中国应试教育长大下来的，你是并没有很深刻的自我认识，也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哦，那教外国人学中文听上去也挺有意思的。然后我觉得我就是一个这件事情有意思，我喜欢，我就要去做。啊，那对也还可以，起码对你喜欢这个专业。对对对。但是我很好奇，为什么选择西班牙呢？因为你那个时候第二外语选了西班牙吗？还是什么原因？就是高中的那个梦想那是学小语个时候，种嘛，对。对然后我上大学以后，我就觉得那我要去做这件事情，就是我虽然没有去选这个专业，但是我要自己也要去学。然后正好当时很巧认识了一个朋友，他在自学西语，我就加入了他。哦，对，是这哇样的。然后那个时候你就决定有这样吗？决定了之后就要去西班牙教汉语。我觉得我当时其实我想的是，我一定要来西班牙，因为是我在学西语这个过程，它给了我对，一种，就是第一种是我自己去学一个东西，然后它会给我成就感的事情。就是首先可能不知道你们了解西语吗？但西语发音其实很简单，就只要你学会以后，你就可以读。如果我们不讲究准确性的话，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就是发音很容易入门的。然后我可能在最开始 A1阶段学的时候，就是很有成就感。我觉得那个成就感就促使我就是坚持下去，然后我就觉得哦，那我一定要去西班牙，我要去那个国家，然后去学好这个语言。其实当时是这个动力。我同意，因为就是西班牙语就是很容易上手就可以读，虽然你不懂什么意思，但是你可以很顺的读下来。对的。所以西语没有多音字这些概念吗？有的，就是比如那个的辅音，它也会在，比如它词尾，它一些或者是在词中间，它是会发音不同的，但是比较有限，就是没有那么多变化。它大体上就除了英语之外，别的欧洲很多语言大体上能看到，就基本上都可以读出来。法语、德语、俄语都是这样，看着就能读出来。西班牙语也是这个样子。对对。所以思远你就直接大学毕业之后，你就去了西班牙，出国了，就出国了。对对，我是本科毕业以后就直接申请了，我大4的时候申请的这个背书要去读的那个专业，然后我就来巴塞。可是应该会有一个契机吧，或者是为什么促使你就觉得啊，我一定要出国，而不是继续在国内找一个工作？比如说先找个工作缓冲一下之类的，或者实习一下，对。我觉得就好像当时就没有想过要留在国内那个，就当时所有的意志、所有的想法都集中在一个，就是我要出国。对，对。然后你就勇往直前的就去了西班牙，也不会觉得人生地不熟，不会就觉得无所谓。这个真没有，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个特点，我觉得可能还挺适合在国外生活，就是当我在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会异常的兴奋，就是我会觉得所有周边的新的人、新的事、新的物就会让我觉得好想，就是好开心、好快乐。对。那你有没有到西班牙之后，就是感觉有点梦想成真这种感觉？还是梦想破灭了？你是哪一种心情？是哪种心情？我觉得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有的，就之前我记得本科时候我们还学那跨文化，还说你的最开始有一个蜜月期的。我觉得我的确在最开始是有一个蜜月期的。然后我自己又是一个非常理想主义，就是看事情非常可能就是很梦幻那种。我记得我刚到巴塞的时候，巴塞就天气很好嘛，夏天的时候，我就看那个蓝天和车来车往的人，我觉得这就是我的 dream city 那种的，就是是我梦想中的城市。对，就是那种感觉。而且我以前很喜欢 Woody Allen，他不是就有很多，就是他有午夜巴塞罗那嘛。然后我记得走在那个小巷的时候，我就自己听着歌，感觉我好像也在那个电影里面。对，就变成了那个时尚女郎。那这个时间持续了多久？蜜月期持续了多久？大概我是从9月份一直到12月份吧，可能跟婚姻的蜜月期也差不多，3个月。没有任何不适应吗？这一段时间？当时真的没有。我记得有一次很想家，当时是应该9月中旬有一次很想家，然后我当时就很冲动的在地铁上，就是
要哭的那种。然后我当时就搜，对，然后我就搜，我就当时脑子里冒出一个概念，我说我要记住这一天，然后我就去纹了一个身。啊，什么意思？就是家，我觉得想家了就纹了个身，是个很冲动的人。对，想到什么就去做的人。就是你当时很激动，就觉得啊，好伤感，我要纹个身，是吗？为什么？记得这一天吧，要记得。他记得那天想家的那一天，他说。其实我具体我发生了什么，我也不记得，但是我记得我当时我告诉我自己的话就是，我纹了一个小太阳嘛，就在这里。你纹了一个小太阳，它跟这个家有什么关系吗？还是有一个特别的意义？我当时就想，它就是一个那个符号，就会提醒我，就我要给自己光和热。所以跟想家没有关系。就好像是我不记得那天发生什么，但是我好像就觉得我好孤独啊。就是我怎么就这么冷呢？需要给自己一些力量。对对，离家比较远会更孤独，越觉得孤独，而且需要一些以后或许力量的源泉。对，而且可能你过了一段时间，孤独感又回来了，你就看着这个纹身，你就想起来，这个自己还是在陪伴自己那个感觉。可是如果说我就拿纹身钱去大吃一顿，去大吃一顿，对不对？吃海鲜呢？但我可以理解，因为思远要一个比较长久的东西嘛。吃了隔天就没了，对不对？对，拉出去了，永远拉出去就没了，永远的印记，对不对？对，是的，是的。那思远，我们聊到你这3个月的蜜月期，你对西班牙是充满了兴奋的感觉。那蜜月期之后，你面临了什么样实际的困难或适应上的问题呢？对，我觉得这个我可能跟笨叔之间应该也分享过，其实就是我当时。因为西班牙的硕士就是1年嘛，其实也就是在大概12月，就是第1个学期末的时候，你就要开始讲你的硕士论文了。然后就是在这个阶段，可能是让我遇到一个小的，不是挫折吧，我不知道该怎么定义，就是说对，就是我当时是很想做一个就是跟认知语言学相关的项目，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想去通过图像的方式。和那种人的，就是那种，比如我们汉语母语者的认知规律和西语母语者的认知规律，这样做一个对比，然后去教一个固定的语法点。然后我当时选的是呈现句，其实，然后我就跟我的导师后来就说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说，你不要想那么复杂，就生活本来就很麻烦了，你再整的这么复杂就很，你知道吗？对，然后我就很。对，就很复杂，然后我就很沮丧。但是，他让我干的事情其实是对比教材，其实就是很实践的一个东西。对，但是我自己又是那种，好像我没有足够的兴趣去做这件事情，我就又去跟他说了一次，然后他又说，你放弃这个想法吧。他说不是这个想法不好，是做起来太麻烦了。然后我当时就好沮丧，就觉得这是论文的题目吗？对，论文的题目。所以思远想要做一个更深刻、更创新一点的，对，感兴趣的。可能老师可能会想的不认同，是说本来这个项目就很短，你就尽量的花你的精力在这个，因为还有实习嘛。我觉得第2学期挺忙的，所以教授可能想的是快点结束就好了，越简单越好。对，思远应该真的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因为他说了一次被驳回之后，他第2次又去说了。第2次，对啊，对。思远，你还有第3次吗？还是你后续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我的确就是大概按照自己想的去做了，然后他就没有给我改论文，所以后来故事有点不太，就比较波折，对不太开心，对。然后就是你坚持了自己的想法，但是你没有告诉他，对吗？对，但是他还是让你通过，对不对？还是让你换题，就是没有帮他改论文，但是让他不开心而已了。他不开心，他不开心对，他不帮你改，对不对？那好厉害啊，思远！你好执着呀！真的没有。对，就是思远虽然是理想主义者，但是他决定的事情，他就想要去把它完成，不会随便改变自己的方向。OK，对。那这么倔的思远在学习上看得出他很倔的个性。那我想知道，在生活上呢，比如说思远，你在西班牙的生活有没有遇过一些奇特的人，或者有遇过一些奇特的经验？不管在蜜月期还是在后续痛苦期嘛，挣扎期，对
我遇到过渣男算吗？算呀，我们最喜欢的，我们最喜欢渣男了，不喜欢这个话题，不是喜欢渣男。大叔们最喜欢渣男。思远，你遇到渣男是在什么时期？就是思远，我很好奇，你在西班牙就是出国到西班牙学习之后，就一直到现在嘛，就没有就是一直住到现在。对，大概住多久了？你在西班牙住多久？3年零10个月这样。记得很清楚3年零10个月，这不算很短的时间，所以我认为这3年也带给思远一些很多的人生经历。所以我们现在赶快的回到渣男的话题。遇到渣男是第几年的事情了？第几年的事情？其实是疫情，是那个2020年的夏天，当时遇到的。我其实当时也是那会儿是在临毕业的一个阶段，其实自己也是很迷茫嘛。然后我觉得可能就很想要去认识人，好像这个关系能够给我一个支持，一个这里的支持。对。然后当时我认识这个男生，然后我们2个前几次见面都特别好。其实他比我大，但是我好像就是对这种年龄上啊，或者是这些我都没有太多的那种很深的概念。我朋友他们后来说，那他比你大将近10岁，你应该有所怀疑呀。可是我当时都没有想过。然后后来我们2个前几次见面都还顺的，然后到后来好像那段时间已经就处得挺好的时候，然后我发现他结婚了。他是西班牙人吗？是西班牙人吗？他是加泰人。但他一直在隐瞒这个结婚的这个事实。对。那你是怎么发现的呢？你是怎么发现的？对，就很巧，就有一次那天晚上我们2个本来约了，后来他取消了，然后取消以后我就说那我在家吧，然后我就在家以后我就就突然间拿开手机点开 WhatsApp 的时候，就发现他的头像突然换了一张是一张那种类似于结婚照或者是那种很亲昵的跟另外一个女性照片，然后但是在大概10分钟之后立刻又换回去了，换回来了。当时我就很迷，然后我觉得是超出我当时认知的一个，所以我就很崩溃，当时就哭了很久。然后但是就大概那件事情之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断掉，我觉得这个关系是有毒的，因为就是我相信的就是这个世界上只有0个谎和无数个谎，不可能说我骗你这一次，我以后不骗你了。然后所以我当时就说那我要走，然后我就去了其他的城市。你有跟他谈，然后确认了一下，确实他结婚了是吗？还是这个故事也是我当时在Instagram 上就找他的 follower 嘛，就找他的那个关注他的人，然后就找到了他的，对不对？找到了那个。我懂，一定会。你在意这个人的时候，你就会去他的 follower 一个一个看。对，怎么好像也做过这样的事儿？对，我好像也做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思远的这种寻找的过程我很能理解。所以你就真的理清了这个关系，他的确是已婚了。那你有跟他一个正式的见面谈过这件事情吗？谈过啊，我跟他谈过啊。他最开始还说我会就他说是分居了，然后只不过他们正在办手续，然后他就说会很快结束这段关系的。然后但是我大概观察2个星期，发现没有什么进展，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这不行，我得走。就因为他是对我是很大的消耗的，因为对，因为你全世界的渣男借口都是一样的。对，边叔你怎么那么了解？没有，电视剧里不都这种电视剧都这样演。思淼其实应该年纪比较轻吧，他是3年前才读的硕士，你之前就读大学。思远不是思远 ，sorry， 思淼是上一期的。没事，我也经常弄混我们2个。就是你应该才20几岁是吗？对，我26岁。哎呀，是很年轻啊，年轻有股冲动，有股冲劲是好的。所以思远，你后来决定远离这个有毒的关系，你就搬去了另外一个城市，对不对？对，为什么要搬到另外的城市？因为你在巴塞罗那你也实习过，也有很多同学的人脉，还有这个工作上的人脉，环境也熟悉了。我猜你不会只是因为这个渣男你就彻底就搬走了吧？因为我知道你后来去的城市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然后又没有很多这个华人的这个群体。
的地方。对，是个很当大的决时其实也定。是有一个家庭，正好他们给我写消息，就在欧洲，可能北美也有，就是有做互惠生嘛。互惠生大概就是你住在他们的家里，会教小孩子，就英语他们叫 au pair 这样的。对。然后就当时那个家庭正好给我写消息，然后我看到以后觉得机会不错，然后我就决定，我就跟他们有了一次电话，然后我们打电话，视频电话，然后认识以后就感觉那个他们家人很好，然后正好是他们之前也有一个中国女生做过，然后我还跟那个女生成了很好的朋友，然后他跟我聊了一下，对，然后大概我觉得那这个机会可能也不错，我说因为我当时也没有找到工作嘛，然后我觉得那去做上一段时间，就当一个 gap year 这样的也很好。等于说就是你住在他家，然后他们给你免费的住处，还有免费的3餐，然后你需要教他的孩子中文，是这样吗？对的，提供你食跟宿，然后你就教他们的孩子。那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这是1年吗？还是2年在那儿？你可以自己选，最短理论上来说最短是3个月，但是假如你中间有什么，比如说我临时有事儿，我做2个月要走，也是可以去那个商量的。对，我做了10个月，我做了10个月，做了10个月。然后也顺便忘记了那个情商，对不对？所以这10个月应该蛮重要的。对，我觉得其实这10个月对我来说挺重要的。其实就当时那个硕士那件事，真的还是挺，打击，不是打击我吧，就是我好像对那件事情还耿耿于怀。我觉得，那汉教就不适合我，我要去做别的，我要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我当时觉得，就是比如什么艺术治疗啊，这种心理学，或者是去做社会工作，好像我觉得真的能够去燃烧自己的光与热，对，就有这种情怀。对，当时就自己也就经常会每天想我要做什么，我怎么样就是去很实现自我价值这种问题就会想，然后对，然后带小朋友。我想问一下思远，那你现在的工作是什么？我现在就是中文老师。就是中文老师，但是他经历了一个自我怀疑，然后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做这份工作，然后再有一个纠结。是的，对，那就是去这个互惠生，这是对一个契机，让你想教中文的一个契机吗？不是，我去教，当时其实也不用去教，就每天带着孩子，比如早上起来跟他们做饭，然后我就会跟他们说早餐吃什么，就是这种类型，就是因为他们才3岁生活化的，生活的，对，就是这种的。然后当时就带小朋友的时候，其实你是跟他们是有这种情感上的连接的。对。然后在那个过程中，我就发现，就是一方面是。这个家庭很有爱，其实给了我很多，就是情感上的支持啊，然后包括其实疗伤的那种过程。然后第二点就是在专业上，我当时教小朋友的时候，因为你喜欢他们，你就愿意为他们付出，然后且他们那个小朋友学的东西也是那种无意识的，然后又很快就学会的时候，你也是有这样一个好像正向的这种正向的反馈，对的，然后当时就觉得很有意思。那为什么又让你陷入了自我怀疑？听起来好像你在教这个中文的过程中得到了乐趣，但是为什么后来你又觉得我要学另一个东西来发光发热？就当时因为做互惠生，它还是不像工作嘛，然后我就想我可能做完这个我就去换专业吧。然后而且当时就认识了一些其实本地人，就包括我还去社工机构做过志愿者。其实思淼，因为他很年轻啊，年轻的时候真的我真要我感要命啊，对。思远，没事，就是我觉得因为思远对。这有这个角标有这个名字，我看到了，对。因为我觉得因为思远很年轻嘛，对，我们年轻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精力还有时间可以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自己心里所想的一些东西，对，所以他不断去尝试，不断去寻找，我觉得这过程是很好的。你是从那个到中文，这是有一个什么契机让你在准备又回到中文这个上面来？对，有的，就是因为我互惠生做完了，我就面临的就是我必须要决定我是回国还是留在西班牙继续工作。但我当时想我要留在西班牙继续工作，那找工作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想去做社会工作，我想去做这个做那个，但是我没有那个学历，
就没有对，背需要，景的。对对对，然后我发现我所有的工作经历和我的学业都是在教中文，然后我就硬着头皮就去干了。然后在干的时候，因为我当时其实也没有找到工作，就是我是申请的是自由职业者的一个签证，然后当时给了我了，然后我就自己在那个 Vigo 就那个小城市教中文，在家做家教嘛，就主要就是带小朋友，其实因为成人也没有很多，然后在带小朋友这个过程。就可能就是孩子们吧，我觉得就是孩子们他给的反馈很多，就是你能感觉到他们在学的时候，你如果用对了方法，他们那个他在高兴的时候学得很快，就会很容易你有成就感。我觉得可能是这个过程让对的，是的，而且很多小朋友的就父母也会说哦，就孩子之前也好像不太喜欢上英语班，但是好像跟你学还特别喜欢。然后我记得当时最开始我时间比较多的时候，我就会去旁边的一个小村庄带一个小男孩他们上课，然后后来就找到一个机构的工作，就没有时间再带他了嘛。然后我就说我不能带了，然后他妈妈还特别遗憾，就表示哎呀，我知道就是他那么想去学是因为你，然后因为我们都不了解中国，也不了解中文，然后你知道就这种话，就听完以后就会感动啊，就是真的就太给了很多对力量，对，家长的认可，特别看重你，对，没错，对。那思远，你这在西班牙3年又10个月的生活里，除了工作这方面，你有没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个人经历，或者是好像变数上次有跟我们聊到。对，因为我记得思远特别的经历，他在给我们提供信息的时候，他有提到，就是现在他有一个这个身份认同的问题，然后他说他现在的身份是酷儿啊，酷儿，就是英语是这个 queer 的意思啊，就是 LGBT 后面常常会带一个 Q 嘛啊，然后 Q 的话是那个 queer， 那 queer 它原来在英语它是一个比较贬义的词，就是就是不太好的说这个性变态的这样的词，但是从近年来已经是 queer 已经变成了一个这个褒义的词，来彰显这个自己的这个不同和个性和独特性。那我想问问思远，可不可以你来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 queer 的定义啊？因为它我们跟同性恋是不一样的意思。先来做名词解释之后，我们要好好的拷问一下到底怎么了啊？对，好来，就我觉得 queer，就其实你当你说任何一个，比如我说哦我是 gay，我是 bisexual 还是什么，都其实是一种标签嘛，人家就会哦你是 gay，那就说明你不是异性恋，对吧？然后如果说你就是男女都喜欢的那种，那其实 queer 它就是在 LGBTQ 当中就是一个没有标签的标签，就是意思我是 queer，我什么都可以是，我可以是流动的，就是我可以说我当下这个对，我当下的性向是可能我喜欢的是男性，然后可能我的性向也可以是换成女性，它是一个流动的，它就是不被定义的一个标签，这样。因为如果说双性恋可能就已经定义了，但是思远觉得这个还是在变化的，没有说我现在就是同性恋、异性恋或者中性恋，就是在一个游走的状态啊。我叫中性恋是什么东西？中性恋，双性恋，对，说错了，对，所以其实这个酷儿，我们中文翻译成酷儿嘛，酷儿的意思就是在性倾向上是流动的，并没有。我不想被界定，我也不想被别人定义，反正我喜欢我的性倾向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所以是这个意思吗？对，而且我觉得他的那个对性别的，就一方面是性向，还有一个就是对自己的那个性别的认同，它也是流动的，就是所以你当你不想被定义的时候，对，我不想被男女这样的性别定义，还有酷儿，我觉得是很喜欢这个彰显自己特性的，比如我有酷儿的学生，他是一个男生，但是他会这个涂这个漂亮的指甲，或者是留很长的头发，留很长的头发，然后可能会试着一点点女性化，但是他也不是特意的，就是介于中间的一种。所以我其实也不是特别了解，所以酷儿的意思就是我不想被传统的性别的这个模式给拘束住，一般都是女生才能涂指甲，我为什么男生不能涂？
一般女生才能穿裙子，我男生也可以穿，他不想被传统的这个性别定义给束缚住，所以这个算是酷儿的一个定义。就任何传统的定义都不要，是这个意思吗？思源就是我就是自我，对。对，就是要打破这种各种就是所谓的偏见，刻板性别的刻板，对，性别的藩篱，对不对？是的，是的，是的。然后而且就很多，其实艺术家也是酷儿嘛，就他们也会，可能我们现在听到很多很棒的歌，也是很多酷儿艺术家创作出来的。对啊，那思源你是怎么意识到的？是因为跟这个渣男没有关系吧？还是你怎么就突然没有了，没有了啊？还是你一直就知道？知道，所以你一直知道你是酷儿，还是很好奇，对这个怎么开始的？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到西班牙之后，就我在国内的时候，其实就是，我觉得国内是那种非常男性女性就会比较性别对立，就是那个性别的刻板印象会比较分明的，对，很清楚的。就我当时也会给自己很多强加的，我自己就是我会，甚至我会去迎合那个社会给的期待，就比如说我要去瘦啊，我要去怎么样啊，就是包括审美上的，包括一些心理上的。但是其实我到了西班牙以后，它这个就是相对会松很多，不能说没有，但肯定是有的。但是就我觉得最大的冲击其实也是跟情感有关系的。就我当时有一个 crush，她是一个女生，然后我是真的刚到西班牙的时候就有了吗？还是？不是，第2年有，还是渣男之后的事情。我们渣男就翻篇嘛，没有关系。我想问一下思远，就是你在来西班牙以前，学生时代对女生有过 crush 吗？有暗恋过女生吗？也有过，其实，但是我当时都会，但是其实我当时有的时候我都觉得他们是那种铁 T，我不知道这个铁 T 这个词大概精准，就是他就是非常男性化的男生吗 ？Tomboy 那种是吧？很男性化的女生啊。思远，其实你在求学期间就觉得自己有时候会喜欢班上比较男性化或者就是比较豪迈的女生，你会有好感或甚至喜欢，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那个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因为在国内这个性别的这个刻板印象还是存在的，所以你要怎么去说服自己、说服自己，或者是你要怎么去？你是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跟？还有你的想法是什么？你是比较觉得，你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你想要跟体制去冲击，还是说你想要去迎合那个体制？你是怎么想的？在求学时期，就是在上学的时候，其实当时有，然后但是也不会想很多，然后就会觉得这个小姐姐我好喜欢啊，怎么样，对吧？然后我还有一个，就有一个女生，她跟我的性向其实很像，所以我们两个就很能够经常分享这些，我们就会比较，好像就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一个对话，我们两个就把它消解了，就也不会太当一回事，对。但是到了西班牙以后，就比如那个女生，我跟她有很频繁的接触嘛，我们两个经常见面，然后那个 crush 就会让我觉得我是想跟她，好像是我想往前走一步，我想去跟她约会这样的，那我就会去想，那个女生是什么样类型的女生？我是什么？我是西班牙的女生吧？是吧？不是，我的是西班牙女生，她是美国人。蔡叔，你是她是美国人她是对，我想了解就是她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女生？和你是 tomboy 那种类型的，还是特别漂亮的？她是她是那种就是 non-binary 那种风格的。什么什么意思 ？non-binary 就是非常非二元对立的，就是你一眼看上去你觉得他很像男生，但是他又不是那种一看上去铁很刚，就他很柔软，就他非常的内在又非常的柔软，就是外在很刚强，内在很说话的感觉很柔软是吗？外在很中性，就是很中性，他很瘦的，他瘦的，对。内在很温柔的感觉。那思远是什么促使你决定你要迈过那条线，你要主动的去？因为我这样听我觉得思远在求学期间，你就是没有想把这样的心思放开，反正还在求学嘛。那到了西班牙之后，可能因为西班牙的环境，你
然后又觉得有喜欢的对象，所以你就对，就像变数刚刚说的，你是怎么样去跨越？应该有个跨越主动还是被的，动？对，我是主动，我当时很纠结，然后我跟很多 gay 的朋友聊了很多，然后我就会看很多，我觉得其实给我最多力量，就当然朋友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我觉得更多给我力量其实是一些音乐作品和一些影视作品，就是也不是影视作品吧，就是理解一些艺术吧。对啊，就是一些这个故事里边里边的人很勇敢的去表达自己的这个想法，对吧？所以你就觉得受到鼓励。对，在那个时期，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吧，因为你要从那个东方的文化价值的框框中跳脱出来，然后去接受一个新的自己，我觉得那个心理的心路历程肯定是不容易的。你有没有特别可以描述一下那个过程？你是很痛苦吗？还是说，还是这个你喜欢的人他也带着你这个找到身份认同的这个过程？对。就首先，我觉得一切变化的发生，它是建立在一个接纳的前提下的。然后接纳是建立在理解的前提下。当你理解的事情，理解它、接纳它，它是温柔的，在这个状态下，那个变化才会发生。然后我其实之前一直是在做这个对抗，这个对抗就让这个变化很难去发生。就像茶叔说的，真的是那个状态。那我到后来为什么能够跨越这个？其实我觉得，首先一方面是那些朋友的确给了很多支持。就是他们会理解的，而且我是有一个很好的对拉拉的朋友，他跟我聊过很多，我们俩经常打电话，我就问他，我说我觉得这个我是不是怎么样？他说你不用担心这些，他说也许你现在觉得你是一个酷儿，或者现在你觉得你是一个拉拉，但是你之后可能又会变成异性恋，但是这些都无所谓的，因为你是你，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你是思远，这个不变的。然后，第二点就是，其实是刚才我说我看影视作品，就是我其实当时有一个纪录片，它是讲的是一个做变性的，就那个 transgender 的一个纪录片。然后我当时看完以后，我其实很受鼓舞的。我当时就是真的是哭了的那种的。对，然后我觉得。而且包括自己后来也读过一点点这类的理论，就是因为库尔有一个女性主义者，他写过一些这样理论，他就会讲你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挣扎，或者是这种你的性别认同是怎么来的，然后他就会说到这个性别认同，其实它是可塑造的，就是并不是说你自己你是男的，是社会给你的，而是你自己去塑造的。然后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其实我对我个体的一些东西是有掌控权的，然后而且我的这个变化它并不是消极的，也不是积极的，它只是一个流动的状态。然后我不给它贴标签的时候，接纳这个东西发生的时候，它就对，是的，而且其实我说实在的，我当时对这个中国社会体制，我倒觉得不那么痛苦。其实可能因为我觉得，就包括我周边的朋友吧，他们都是比较就思想上还比较这种。接受度还比较高的，就我原生家庭又是对爸妈又是很就是比较爱嘛，给足很多爱的，所以我觉得我当时去尝试的勇气倒是还有的。我其实当时最痛苦的一点是，因为我之前很经常去教堂，我是一个我不是基督徒，但是我是慕道友，对，然后在圣经里就明确说了，就是这是一种罪。慕道友，慕我第一次听说这个词。慕道友就是说你向往那个圣经当中的真理，但是你并没有说我是什么完全的就是把对我完全把自己交给那个主了，交给上帝了，我没有。但是我经常去听那个他们的周日的那个做礼拜啊，然后我甚至我有几个很好的朋友，他们都是基督徒，对，但是就其实这个我觉得当时是让我一直脑海中在 battle， 一直在痛苦的挣扎，因为我觉得我跟一个朋友聊的时候，他就会说，他说是肯定就是耶稣是原谅你的，因为上帝是接受所有人，但是明确就表示这就是一种罪。然后我当时就很痛苦，我就很纠结，很挣扎。后来我这个能够跨过去，其实也是
我就想，那我就不信这世界上这么多教堂，这么大的一个世界，难道就没有一个牧师，没有一个教堂当中的人，他们在怀疑过自己的性向吗？然后我就去搜，我就真的找到了，就是神学体系下的一些做酷儿的人，就有的牧师他们就是给他们就在尤其在美国就有很多教堂，他们其实就是支持 LGBT 的。然后我当时就听他们的播客，就听了很多，就讲了很多，他们包括重新去解读圣经，解读上帝这个概念，然后我才慢慢的，我觉得那个是最后那一下那坎儿吧，推过去，我觉得 I don't care， 我不在乎了。听起来好多层层阻拦，但是思远都突破了，对啊，好厉害。其实身份确认这种东西，其实身份认同，尤其是对自己的身份认同这种东西，我觉得是世界上最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你等于是你一个人要跟整个社会做对抗，你一个人要跟整个保守的宗教做对抗，也可能是自己跟自己的对抗啊，自己脑袋里的不一样的声音。对，我正要说，你最大的敌人，或者是你最大认同那个 battle 的对象，其实都是你自己。回到最后，你要对抗的人是你自己，因为你从小生长的环境或许告诉你那样是不好的，但是你要对抗那样子长大的自己，那样子成长环境的自己，我觉得这是最不容易的。其实思远之前在前面说过，就是说他在中国上学的时候，他也没觉得说有很深的对抗的感觉。他其实在中国的体验其实也还可以。我觉得是走出去之后，他发现了更多的选择，有更多的人生的可能性。对，他觉得可能那条路更适合自己。不管是成为酷儿还是怎么样，因为酷儿本身是一种流动的状态嘛。他其实按道理是流动的状态，他就不局限一个东西，他就可以接纳，他可以成为所有，也可以接纳所有。这对他而言就是把这个整个的选择放开了，放更多了而已。所以他的人生，他会觉得自己人生应该有更多的实现的可能性。这个我觉得对思远的这个意义会更大，应该是这种样子。对，我觉得对中国的情况，就是对 LGBTQ 的这个群体的话，一般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因为可能我们跟上一代人生活的环境不一样，比如00后的话，基本上大家都是比较宽容的，都理解的、支持的状态。但是可能我们不会去把这个东西说出来，因为我们知道父母可能他们就是真的不理解，他们都觉得这个群体不存在，就没有说的必要。但也不是说我们就是在中国的话是一个对这个群体多么多么不好的一个环境。我觉得到了国外之后，就是突然发现了其实大家都可以活得这么自在，这么自由，去表达自己。你是有这样的感受吗？看到这种对比，然后觉得还是要做自己，要表达出来。我觉得肯定是有的。我觉得环境是你这个变化发生的，这土壤是很重要的嘛，对吧？一个植物的生长，土壤是非常重要的。我当时其实也是，我自己会想，就是这时候就想到就非常思远了，就非常想得很远。我就想，假如对有一天我是跟一个女性结婚了，然后我的家庭会怎么样，我的父母会怎么样，我会想很多这些的。然后，对，然后当我发现这种未来的可能性在国外是发生过很多次，且是就是很常见的一种现象的时候，我觉得它会促使我加速这个变化的发生。我真的很感谢你这么大方的在我们频道说出来这个你的故事。那毕竟我们的内容是在墙外的嘛，那你跟你的父母会讨论这些事情吗？还是你觉得就是这个事情就是我自己知道就好了，就不要告诉父母？我会说，但是因为我现在并没有女朋友，所以我并没有直接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们。我觉得我这一刻发生的时候，我肯定会告诉他们的。其实我从来不想隐瞒什么，然后我也不是一个只报喜不报忧的人。我觉得，首先那个喜和忧也是一个标签。我觉得消极的经历它也是所谓消极经历对你是有很多正向的影响的，很多成长都是发生在赶你下去的那一刻，然后。我会跟我爸妈说这些，我会提到这些，我会让他们去。我觉得我是在敲那堵墙，我就觉得，我希望我的家庭和我我们是一个，沟通存异的过程。就是我看我父母，我可能在每段关系当中，我觉得任何双方都对彼此有期待，我对父母也有期待，那我也希望他们是一个
怎么样的父母，但他们可能也不是我那种期待式的，但他们这样我也爱他们，然后我就希望。对，然后让我相信这种爱的力量，这种亲情的力量，他也会反向给到我的。如果假如我说，哦，妈妈，我今天有一个女朋友，怎么样？我觉得我妈妈可能会很痛苦，但是她可能会接受的。然后而且我会跟她讲一些这种东西。我当然我不可能直接说，妈，你来读这本书叫什么什么库尔理论啊什么的，我肯定不会这样。但我会以我的方式跟她讲一些，就是说其实这种是很正常的。我觉得。这个沟通是要有一个基础的，是要有那个前提的。所以你会跟妈妈讲那个在西班牙，你看这样发生这种事情，或者这样的事情多么普遍，或者你举一个朋友的例子，可能你在那个朋友是你自己，还是说你是怎么敲这个墙的？因为你刚才说你有试着去比较间接的表达，就2方面吧，就会描述社会现象是一方面，就像笨叔刚才说到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就会，其实你真的打开了自己内心的时候，你把这种感受说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不可耻的，在那个上一代面前是不可耻的，且是，你如果你去类比一些其他的情感的话，它是可以被理解的。是的，但是这个需要很大的勇气。我觉得其实这个勇气是一回事，其实我4秒让我挺就是思远，我直接要命，我一定要纠正，不行，不能再4秒下去。这个思远，不要，这个请原谅我3次了。我觉得这个，我觉得留在那个正片里，我会剪的，不是搞笑用的。其实就是思远让我就是印象挺深刻一个地方，就是他之前对那个导师拒绝了他1次，他去第2次，然后拒绝第2次。他不管了，不管不顾了，自己执意去做。其实我在这里面看到不只是莽撞或者轴等等，我看到就是勇敢的东西。就是他为什么能如此的勇敢？别人在拒绝让你不要去这样做，你还一往无前的这样做。而且在这个地方，思远和我们说过，就是他和父母的关系，原生家庭关系也挺好，其实挺好，所以给了他很多力量。我觉得这很多力量应该是父母从小给予他的，让他能。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孩子很多时候，我也学过一点点心理学，就是上半环和下半环，就是你要父母给你足够的爱，你其实能出去探索，有足够的力量，足够的强大。所以我觉得思远他虽然年纪轻轻，才20几岁，相对于我们而言真的是很年轻，他还有很多无限的可能，但他一直不断去探索，他很勇敢的去探索。其实我想反过来想聊一下，就是思远。就是你的父母啊，觉得就是父母在你眼里是怎样的人？你们的这个成长到底是怎么样的？父母给你的爱的方式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例子？我们其实挺好奇的，因为你这种很勇敢的人，怎么那么勇敢？怎么那么勇敢？能个性这么勇敢？对，其实我最小时候是我姥姥的，就我爸爸妈妈我小时候爸爸妈妈工作很忙嘛，就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姥姥在那个年代很帮你。对。我姥姥就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她当时，她在的那个环境，就是她20来岁，像我这个年龄时候，其实那会儿就是正赶上文革，对，20多岁的时候，文革之前还不到文革，那会儿还不到文革，对，但那会儿就政治环境各方面都不是很好，其实，然后她当时就也是没能把书读完。然后偶然一个机会，有人要让他去读书，问他愿不愿意，但是要换一个城市，他就特别勇敢，当时说我要去。然后那会儿就对，是的。然后，所以我姥姥也一直就是说，你要做一个勇敢而独立的人，就好像她给我的教育就给我是这种的，就包括到现在，我觉得我姥姥一方面觉得我在国外很不容易，但另外一方面她又很为我骄傲这样的。然后那你的父母那时候是去外地打工赚钱，还是为什么跟姥姥长大的呢？爸爸妈妈那会儿工作可能比较忙吧，但是我晚上可能有时候也回家，然后后来上小学的时候吧，我就回去跟爸爸妈妈住的多了，我记得，反正对。然后但是那会儿反正好像就已经习惯那个模式，就比如有时候偶尔去姥姥家，姥姥帮你照顾啊这种的。然后但我爸我妈这边就是，我觉得我特别感谢我妈，因为我觉得我妈就是那种给了我一种无条件的自信，就是她是经常觉得这个很重要。你妈妈怎么给你这样子无穷的自信，然后怎么样给你
力量去相信自己。对，就我包括我爸其实也是，但我爸不表达，但我妈就是她会很表达，她会给你很多言语上的肯定。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记得小学时候，我2年级的时候好像，然后我们那个班主任就是说啊，李思源，你明天把你妈叫过来。然后我当时把我给吓的呀，我就小学叫家长，我感觉就是天塌下来的事儿啊，对，就是特别可怕。我就害怕的不行，然后回去以后战战兢兢跟我妈说，我说妈，我老师明天叫家长，然后我妈就说没事儿。然后第2天去了以后，我妈也说，我妈具体他们说的啥，我当时不知道，但是后来我长大以后，我问我妈妈，我说你还记得当年哪个老师叫你啊，怎么样？我妈就说是的，她就当时就说你做错什么题啦，怎么样，说中国就是题嘛，对吧？对，但我妈当时就说，对，就是觉得没问题，根本就不是就是不会因为这个去怎么样把我怎么样之类的。而且包括高中有一次也是叫家长，然后好像是另外一个女生，她妈妈就当时我跟那个女生玩的特别好，然后她妈妈就说我老给那个女生打电话，影响那个女生学习还是怎么样，然后对，这很中国式妈妈，对，就有点奇怪，然后又被叫家长。被叫家长以后，我妈当时就特别肯定说，我相信我女儿，她不会干这种就是骚扰别人的事情的，根本就是那种的。她说我相信这友谊是双方就是人家都愿意聊天，根本就没有那种的。所以不是说回来就是是批评你，就是还是相信你的，对。对，我觉得我妈在那个所有这一路，她其实都站在我这一方的，就是说没有说。老师说我什么，立刻回来就你怎么这样啊？这么对，没有过。对，其实我们知道，就是中国式父母，就是当然有个标签了。我觉得我不相信所有人的父母都是这样。对，很多父母都是有这种打压式的教育。那在从你这个妈妈这个状态看来，你父母是比较支持你的。那他们的教育模式是怎么样的？你觉得和传统的大多数中国父母教育有什么区别吗？我觉得还挺像中国教育，就是比如那种父亲比较严厉不说话，母亲比较温柔那种的。对，爸爸扮黑脸，妈妈扮白脸那种。对，我觉得其实你到成长以后，我不知道各位大叔有没有这种感受，就其实你是有一个能够反过去理解父母的过程的。就你在最开始的时候，他的那个父亲母亲的这个身份角色太浓重了，我是看不到他个体的一个特征的。但是好像我觉得在我成长以后，我现在再看过去，我就能够认识到他是我爸，但他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男性，然后他有他的个性，然后我就会理解很多他之前无论是扮黑脸啊，还是对我有什么严格的要求啊，或者是他不表达呀这种的，我都能理解了。对，哇，这个心态我完全同意。就是在你小时候，你的爸爸妈妈就是个父母的身份，然后你没有办法再跳脱这个身份外去看一下他们的个人的个性是怎么样子。但是父母亲老了之后，你看他们的方式不一样了，你可以从一个更从人的角度去看他们，他们也有自己的个性、优点跟弱点。对，我这个我倒是蛮认同的。对思远想法很成熟，我觉得想东西都想得很透彻，对，很棒，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个，我想问思远一个问题了哦。我觉得这个社会上不管在哪个国家都一样，有很多人他想要成为自由的酷儿，但是他没有办法像思远这么成功的跨了那个坎。思远，你对这样的人有没有什么建议或想法？你会给他什么建议？有的人可能碍于父母亲、碍于家庭、碍于沉重的社会压力，他必须跟循着这个规范走，他没有办法成为一个自由的自己。对，你会给这些人什么建议呢？我觉得可能我会说，就还是认识自己吧。就是我觉得没有一个故事是可以被复制的，就是我的情况或者是其他人的情况，而其他出柜的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然后我记得就是在茶叔问我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我在巴塞的第一个室友，她是一个中国女性嘛，中国女生，她就是非常保守的那一种。然后当时我就经常跟她说，我那会儿就非常渴望那种柏拉图式的一种哲学性的对话，然后我就经常问她这种，
自由啊，这种自嗯我觉醒这种的。然后他就突然有一天就烦了，就反过来跟我说，我为什么要自我觉醒？如果我自我觉醒了，我伤害到我的家人怎么办？然后我觉得的确是这样，为什么呢？我为什么那么执着于要让他跟我一块儿自我觉醒呢？对不对？就是每个每个人是人有自己的不一样的。选择，对，对，我觉得你我觉得认嗯识自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而且我觉得就是要嗯保持觉知，认识自己，但是不自我、不自负，然后嗯就是那个觉知很重要。我觉得就是嗯，这个吧，我觉得这不是建议，就是分享。就是做到对，自己觉得最舒服的状态，可能对，不是说啊大家都出柜了，那我也要出柜啊，就是可能在他的家庭真的他出柜了，父母就可能要跟他断绝关系什么的，那就没有思远这个家庭这么安全。我觉得思远可能说了之后，他父母还是会理解和支持他，所以还是要看情况吧。个人的选择啦，这个因为每个人的环境跟背景也不一样，对，也不是说跨得去跨不去那个坎，而是说这样的生活模式你自己也觉得 OK，你觉得自在，或许你认为对别人好就是对你最好，这样的选择也没什么不对。就我觉得其实每个人是他自己故事的主人，就是我是我自己故事的主人，我是去写这个故事的人，我也是去演这个故事的人，所以我觉得自己其实是有很多力量的。其实说与不说，它都是一种力量。就我能保持隐瞒，那是一种很强的力量的。可能我的弱点就在于我这人不会说谎话，就是对，就是可能在这个关系当中，我觉得我要做自己，be real，但 be real 并不是代表它永远是一个很正向的事情，就是我觉得语境很重要，然后他自己知道我自己的故事很重要。对，而且我觉得这也不是唯一的答案，我觉得每一个故事都有不同的情节跟结局，你不一定说我看到思远的故事，我要像他一样，我要跨那个坎，我要 be real，或许你的故事是不一样的一个过程，而你也觉得自在，我觉得一切都。你只要觉得你自己是决定的人就可以了，你是写剧本的人就好了。我倒觉得说，不一定我一定要成为怎么样的人才是最正确的。我们都在自我探索嘛，反正就是对探索中有自己的节奏，有自己的这种客观因为人的因素啊，等等等等。对，人生有时候不是为了那个答案，有时候是那个过程。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慢慢每一天把自己的剧本写好就好了。对，是的，好棒啊！对啊，我突然觉得不认识思淼了，又看到一个新的思淼在。思远，你怎么回事？只有我从头到尾没有犯过错，对不对？对啊，假装刚才没说。对茶叔这个真的是感谢茶叔，所以说这个不能被原谅。对，我们是同事啊。对呀，被传染了，被蔡叔传染。对，那这个我觉得思远说的这个主题我非常喜欢，因为我们大叔还没有谈过这类的主题，比较少。对啊，但是我觉得这种自我认同的问题一直是每个人一生中算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的部分。我觉得每个人都要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不管你是酷儿，或者是你在你的家庭。里的角色，你在工作里的角色，每个人都面临到身份认同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怎么去了解自己，去探索自己，真的非常重要。我觉得思源讲得很好，我们都是写自己人生剧本的人，你只要努力去做，不要辜负自己，我觉得，或许这就是很好的答案。那特别感谢思远，对，升华了，就是升华了，茶叔升华了，对。你看他也说错了，就今天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远啊，对，把刚才那个补回来。我觉得非常好，而且我觉得日后如果思远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有什么很好很有意思的点可以分享的话，随时回来我们的节目分享。我觉得很多听众可能目前也面临到身份探索的问题，这个不容易。我觉得最难的人一生要面对最难的课题就是自己怎么跟自己相处。所以这个话题我觉得我们是永远谈不完的，也永远没有一个答案或结果。但是在追寻的过程中，我们会更知道自己的心中那个自己长得什么样子。我觉得这样很好。对，好，是的。那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思远，对啊，对。
那这个下次有机会一定哇，变书的同事都卧虎藏龙都对呀，而且聊的话题很深入很厉害。对，我今天没有想到聊这么深，然后我觉得挺受鼓励的。我觉得我也想像思远一样，就是我也想要变一个很勇敢的自己，不断去探索自己这样的人。茶书也要改变自己了。茶书也要变成不同的茶书了。对啊，是我觉得今天对话也给了我很多力量，真的就是其实每次的自我探索其实也是有很多挣扎和怀疑的。你每一天的你的念头都是在不停的，而且现实中脑海怀疑的声音是多过于你自我鼓励的声音。对，我觉得这个对话是非常有意义的。人生有时候很有意思，有时候你今天好像退步了很多，隔天又好像进步了很多。或许你的人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往前走的状况，但是在来来回回那个心理的挣扎里面，其实你反而找到了更多，比一直往前进的人或许找到了更多。所以我觉得你也不要担心你今天是退步的，是后退的，是沮丧的。因为有时候人生在来来回回中，反而会让你更清楚的了解自己是谁。我怎么又升华了？就是不要再升华，对，升华3次了，我觉得太棒了，不能再升华，我们都不敢升华完了，都升华完了啊！好，那今天我们再升华也赶不上茶书了。对，我们很开心邀请到思远啊。那我们下次绝对不会再念错你的名字了啊。对啊，好的，也很开心参加今天。5年后或者2年后还要再请思远再回来，我们要再采访你。对，肯定的，心境一定又改变了。对，肯定改变。好的，是的，一定的，大家都说肯定都会。对，好，我们跟观众们说再见啦。好的啊，好，那谢谢思远。如果想关注思远的人，我会把思远的 IG 放在下面。不会再见了，你还想升华吗？不升华了。对，思远的 IG 啊，IG 大在下面。可以，对，谢谢大家，看一看，谢谢大家。OK，谢谢思远。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吧，谢谢，观众拜拜，再见了。